要么引人注目，要么默默无闻。程序员里的摇滚巨星贾尔斯·鲍凯特热爱自己的工作。事实上，我第一次认识鲍凯特是通过他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。邮件的标题是“我的非凡人生”。然而，鲍凯特并不是一直都热爱自己的事业。有几段时间，他破了产生，并且失了业。有时候，他的工作让他感到无聊至极。2008年，他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。在那一年，他成了程序设计师眼里的摇滚巨星。这个圈子里的人专门研究一种叫红宝石的编程语言，好像地球上每个 Ruby 程序员都知道我的名字。他这样对我说自己的新名气，不夸张地说，我见过来自阿根廷和挪威的人，他们不光知道我是谁，并且当我发现对此毫不知情时，他们完全震惊了。我在后面将详细的讲述鲍比·凯特是如何成为一名巨星的，但首先要强调的是，这份名气让他能够掌控自己的职业，并将其转化为自己所热爱的事物。我对旧金山和硅谷很多公司都感兴趣。他向我回忆起2008年那段时间，当时他决定去 ENTP 公司工作。这家公司是美国最好的 Ruby 程序公司之一，他们付给他双倍的薪水，还把他放在有意思的项目组里。2009年，鲍比·凯特萌发了创业的念头，于是他离开了 ENTP 公司，并且建了个博客，上面放一些小程序。很快，他赚到了足够的钱来支持自己的生活。我有一群读者，他们向我问一堆不同的问题，想知道我的看法。他对我说，很多情况下他们很痛快地付了钱，为的就是向我提问。最后，他厌倦了这样单调的生活。要是没有室友，没有女友，甚至连条狗都没有，那么在家工作多少有点缺憾。于是，怀着自己一直以来对电影制作的兴趣，他去了一家名为 Hit Record 的公司。这家由演员约瑟夫·高登·莱维特所创建的公司为众筹媒体项目提供了一个基于网络的平台。吸引鲍比·凯特的倒不是很高的薪水，好莱坞所理解的程序员薪水非常不靠谱，而是他们所做的听起来很有意思。这是其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判断标准之一。那段经历相当棒，他对我说，我能有机会与盗梦空间以及下一部蝙蝠侠里的一位明星一起消遣，比如在他家里喝喝啤酒之类的。在我与他见面不久，也就是他已经在好莱坞闯出一点名堂之后，他再一次转身离开，因为有家出版社请他写本书，而他答应了。为什么不呢？写书听起来也挺有意思。巴凯特从一个机会跳到另一个机会的速度之快，令人感到质疑。但这种生活方式完全符合他容易亢奋的个性。比如，他最喜欢使用的演讲技巧之一，便是一边提高语速，一边快速切换幻灯片。每张幻灯片上只有一个关键词，并且这个词正好在说它到时出现在荧屏上。这样的演讲很有咖啡因般的冲击效果。换句话说，他运用自己的资本打造出一份符合自己个性的职业，因此他现在热爱自己的工作。我再次讲述鲍比·凯特的经历，是因为他获得名气的过程中起核心作用的正是他的使命。具体来讲，鲍凯特致力于达成将世界艺术与 Ruby 编程世界结合起来这个使命。最后，他发布了一个名为始祖鸟的开源人工智能程序，从而成功地实现了这一使命。这个程序可以编写并播放舞曲，但它的运行过程可能看起来很怪异。在电脑命令行输入一串平淡无奇的指令，这样就会出来一股强劲复杂的高科技碎拍舞曲。在这个人工智能引擎到底运行着贝叶斯概率矩阵，倘若改变其中某个值，这首舞曲瞬间变得完全不同。这样一来，音乐创作本身已经被简化为一系列方程式的和简短的代码。这样的非凡让鲍比·凯特成了明星。职场竞争力。
鲍比·凯特身上让我最感兴趣的问题是，他是如何实现一个笼统的使命，将艺术与 Ruby 编程结合起来，到使其成名的项目始祖鸟跨越呢？为了探索从笼统使命到具体项目的好办法，在上一章中，我强调了运用小赌策略重要性，但是鲍比·凯特为这一目标的实现增添了另一层面的细微差异。他通过系统的研究有关书籍，搞清楚了为什么有些想法被广泛接受而有些失败了，然后以营销人员的思维模式完成了自己使命寻找好项目的任务。对于那些期待运用使命来探求理想工作的人来说，他这种以营销为核心的方法非常有用。生产子牛。鲍凯特在圣达菲学院上一年学便辍了学，从此开始他的职业生涯。他尝试过写剧本，但是写得不好，也试过编曲，这个我倒挺擅长，但是赚不到钱，甚至还做过临时工。出于艺术上的天赋，鲍凯特对以前公司里的平面设计师工作很感兴趣，而且从他那儿了解到了一些奇特的标记语言。这种语言将要设计世界的语言叫做超文本标记语言。1994年，鲍比·凯特创建了他第一个网站。1996年，他搬到了旧金山，随身携带着 Java 和 Perl 相关书籍。1994年，他赚了3万美元。1996年，这个数字上升到了10万美元。与此同时，互联网热潮正在加速发展。可以说，鲍凯特在正确的时间，带着正确的科技出现在了正确的地方。起初，对鲍凯特来说，在旧金山一切进展得很顺利。他很喜欢设计网站，而且经常闲暇的时候出入音乐场所。然而，职业发展的走向有时难以预料。不久，他开始为一家投资银行做编程工作。这份工作让我无聊到发疯，他回忆说。于是我决定做一些大胆的事情，向一家非常有趣的创业公司投向了申请工作。在他提交的第二天，那家创业公司倒闭了。第一波互联网泡沫开始了。很快，我成了朋友圈里唯一有工作的人。他回忆说，我跟一位招聘人员说想找点更喜欢的事情做。他说别人能有份工作就该狂喜了。但鲍比·凯特不是别人，他不顾招聘人员的劝告，辞去了工作，并搬回了圣达菲。他租了一辆露营车，停在他父母的地上，然后住了进去。他一边帮父母盖一座太阳能房屋，一边在当地社区里报了一些课程，学习绘画、声乐、钢琴以及录音棚工程。最后那门课也许是最重要的，但是它让鲍比接触到了偶然音乐，也就是利用算法来作曲。在这片荒漠中，在上了这些艺术课后，他做了一个关键的决定。首先，他意识到，如果一份职业不接受任何约束，那么它可能把你带到危险的境地，比如一家投资银行写代码来反刺你。因此，他需要一项使命来主动引导自己的职业发展，否则他会一次又一次的被困住。于是他决定，对他来说，一项好的使命应当结合他人生中的艺术和技术这两方面。不过，他不知道如何把这两个笼统的想法变为赚钱的现实。于是他开始寻找答案。最后，他在两个毫不相干的书里找到了答案，要么引人注目，要么默默无闻。塞斯·高汀在他2002年的畅销书《子牛》中这样写道。对此，他在快公司上发表了一篇声明中强调，这世上到处都是无聊的事物，也就是棕牛，所以没人会注意。一头子牛这时出现了。想引人注目的营销策略就是打造值得关注的事物。读了高汀的书之后，鲍凯特顿悟，想要打造一份可以持续发展的事业，必须生产子牛，既引人注目，而且能够迫使人们广为传播的项目。但是，这让他产生了第二个问题。在计算机编程世界里面，人们要在哪里启动人注目的项目呢？他在2005年的一本职业指导书中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。这本书的题目很奇怪，叫做《我的工作去了印度》。
52种让你保住工作的方法。它的作者查德·福勒是一位著名的 Ruby 编程师，同时也为软件开发人员提供职业建议。在他的52种方法中，最有特色的是求职者应该充分利用开源运动的思想。这项运动团结了一批程序员，这些人自愿花费时间，可以随意下载修改的软件。福勒认为这一群体受到了广泛尊敬，并且非常显眼。如果你想在软件开发方面获得名气，就应该专心致志地在开源项目上做出杰出贡献吧。很多大人物正是在这些项目中寻觅的人才。这个时候，我基本上在做简单的加法。鲍凯特对我说，我把子牛和我的工作去了印度这两本书结合，就得到了把自己作为程序员推销出去的最佳方法，开发引人注目的开源项目。于是我就这样干了。根据高听一书的建议，鲍凯特想出开发一个人工智能音乐创作器，也就是始祖鸟程序的点子。我觉得其他人没有我这种音乐和技术结合的背景。他说很多 Ruby 程序员非常喜欢舞曲，但我想他们中没有人像我这样花多得离谱的时间来一遍一遍的调音、发行不赚钱的白标唱片以及研究音乐理论。换句话说，鲍凯特编写 Ruby 音乐生成程序技能是独一无二的，要是做成了，它就是一头子牛。根据福勒一书的建议，鲍凯特认定开源社区是向世界推荐这头子牛的最佳场合。除了以开源形式发布始祖鸟的程序代码，他开始了传播工作。我基本上把查德·福勒的建议执行得过了头，几乎每个能去的用户群或者会议我都跑去发言。2008年我至少去了15场。鲍凯特回忆说，这种将高听和福勒的建议结合起来的策略起了作用。我接到了四处发来的工作邀请。鲍凯特回忆说，我有机会与业界的名人一起工作，有人请我写一本跟始祖鸟程序有关的书，我收取的费用也比以前提高了。换句话说，正是这一策略让他的使命获得了成功。引人注目的法则。在鲍凯特的例子上，我不断重复一个形容词，那就是引人注目。我认为，根据鲍凯特的发现，一个出色的使命驱动型项目必须在两个不同的方面达到引人注目。首先，按照引人注目字面意思，它应该能够迫使人们注意它。为了理解这一特质，让我们看一看那些不具备此特质的事物。在发布始祖鸟程序之前，鲍凯特做过另一个开源项目。他收集了 Ruby 编程语言中热门命令行工具，并用统一的文档格式把它们打包在一起。假如你去问一名 Ruby 程序员对这个项目的看法，他们会跟你说这是一项实在的、有质量的、有用的工作。然而，这样一个项目并不能迫使他写邮件给自己的朋友说：“来看看这个东西。”用赛斯高听的话来说，鲍凯特的早期项目是一头棕牛，相比之下，教电脑自己写出复杂的曲子才是一头子牛，因为它引发了人们注意，并让人广泛传播。以上是引人注目的第一层意思，好处是它对所有领域都适用。以写书为例，假如我写了一本内容充实的书来帮助刚毕业的人顺利度过职场，你也许会觉得这本书很有用，但不会立马掏出手机发微博点赞。但是，假如我写了一本书，而且书中说追随自己的激情是个糟糕的建议，这就会迫使你去传播这句话。也是说，我在最初构思你手里拿到这本书时，就希望它能够被视作引人注目的。不过，引人注目还有第二层意思。鲍凯特并不是找了一个引发人们评论的项目就完了，还在一个利于评论发生的场合将项目传播出去。在他的例子中，这个场合就是开源软件社区。他从福勒的书中了解到，这个社区存在一种发现和传播好项目的机制。如果缺乏这种
利于评论发生的条件，一头子牛再怎么引人注目，也不会为人所知。具体来说，假如鲍凯特以非开源商业软件的形式发布了始祖鸟的程序，那么它可能就不像现在这样火爆。同样，引人注目这层意思也适用于鲍凯特的 Ruby 编程圈以外的领域。我们还以职业建议类书籍写作为例，我很早便意识到博客是个引人注目的场合，可以用来介绍我的想法，博文都是可见的。而且网络上有现成的机制来快速传播好的想法，比如链接、转发以及社交网络。由于有利于评论发生的条件，所以当我向出版商推荐这本书时，不仅有一大群读者赞同我对激情和技能的看法，而且这本书的内容已经广为传播，世界上一些报纸和大网站开始引用我的观点，并且我的文章也在网上被引用成千上万次的转发。假如我没有这样做，比如只是在收费的演讲会上发表自己的观点，那么我改变人们看待职业的方式这个使命可能丝毫不起作用，因为我选择的场合不够引人注目。为了便于理解，我将这些想法总结成一条简洁的法则，我称之为引人注目法则。如果想在一个使命驱动型项目上获得成功，那么它应该在2个不同的方面引人注目。首先，它必须迫使接触过它的人向他人进行评论；其次，它必须在一个利于这种评论发生的场合启动。发表完这条法则之后，我渐渐发现，它的作用在前面提到的使命带来吸引力的职业案例中也得到了体现。对于这种以营销为核心来对待使命的方式，为了加强理解，让我们回顾一下那几个案例，注意这条法则在实际中如何运用的。吸引眼球的成功。萨贝斯的主要使命是利用遗传学与非洲的传统疾病做斗争。这项使命很不错，它本身并不能保证萨贝斯一定会过上一种充实的生活。事实上，很多研究人员也怀有同样的使命，并且在基础科学方面做得很好，但是他们的职业却不是特别的引人注目。相比之下，萨贝斯追求这项使命的方式是开展一个引人注目的项目，利用强大的计算机来寻找进化出抵抗古老疾病的能力人类的案例。如果你想知道他的方式有多么吸引人，只需要看一看众多有关萨贝蒂实验室的文章标题即可，比如向追踪人类 DNA 足迹的女人提5个问题，拾起进化的节拍，以及我们还在进化吗？他的项目迫使人们进行评论，因为他是一头子牛。萨贝蒂找到了一个吸引人注目的项目，从而满足了引人注目法则的第1点要求。而第2点要求是在一个利于评论发生的场合启动他的项目。对于萨贝蒂以及所有的科学家来说，这一点很容易做到。同时，评议的刊物正是围绕传播好思想这一理念而建立的。想法越好，就能刊登在越好的期刊上。一篇文章发表在越好的期刊上，就能够被越多的人读到。读的人越多，文章就能越多的被引用，在会议上被讨论，对相关领域造成的影响也越大。假如一位科学家有了某个引人注目的想法，那么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最佳的传播方法，发表文章。正因如此，萨贝蒂在《自然》杂志上发表了那篇使其声名鹊起的文章。在佛伦奇身上，我也看到了引人注目法则在实际中运用。它的主要使命是普及现代考古学。它可以用很多不同吸引人注目的方式来追求这项使命。例如，它可以努力使宾州州立大学考古学课程更能吸引大学生，
或者可以在满足大众趣味的科学杂志上发表相关文章。但是，这样的项目不会获得吸引人眼球的成功，也不会让他的职业变得有吸引力。相反，佛伦西决定直接走进千家万户，利用考古学方法来帮助人们了解传家宝的重要性。他的方式的确引人注目，这一点突出反映在他收到了众多发言邀请上，其中包括他最近得到的一个机会，出席他所在领域规模最大的会议，并就科普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发表演讲。当他做演讲时，观众席上挤满了人。对于一个刚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来说，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。在这个例子中，佛伦西找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项目来实现自己的使命，而现在他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利于评论发声的场合。结果他找到了电视这个场合。我们这个社会已经习惯于观看电视节目，然后在第二天对吸引我们注意的内容进行讨论。